今天這個頻道，我想講一個我自己有點興趣的東西。今天這個題目叫做淺談黑科技的秘密。為什麼是淺談？因為有些事情是不能公開談的，只能淺談。所以各位忍耐一下，聽一聽，聞聞味道。我今天講的黑科技不是什麼 AI 啊、機器人啊，也不是你手機明年又多了一個什麼功能，那些不是叫黑科技，那些叫做已經可以拿出來賣給你的科技。真正值得聊一聊的是那些一旦成熟了，可能會直接改寫什麼叫物理現實的東西，就像能量啊、量子啊、重力啊、時空啊、意識啊，甚至是死亡。今天這集我們不談一台手機可以快多少，我們談的是如果人類對宇宙底層規則的理解再往前一步，究竟有多少我們今天認為不可能的事情會突然變成工程問題？這個才是黑科技。先講第一個，能量科技。人類文明現在看起來很高級，其實如果從文明的尺度來看，我們真的非常原始，因為我們到今天為止，主要還是幹一件事情：燒東西、燒煤、燒天然氣、燒石油。核分裂會稍微比較高級一點，但是本質還是從物質內部去釋放能量，再澆水產生蒸汽，推動渦輪。你仔細想，非常荒謬。我們已經有人工智慧了，結果發電系統裡面大量還是在燒開水，所以真正的黑科技第一關一定是能源。核融合大家知道，但是核融合真正恐怖的地方不只是比較乾淨的能源。如果有一天核融合真的做到高效率、穩定、小型化，而且成本大幅下降，很多今天不可能的技術會一起解鎖。海水淡化、超大型 AI 算力、大規模碳捕捉、太空推進、極端材料的製造，甚至大量以前因為能源成本太高而不能做的物理實驗。所以你要知道，能源不是一種產業，能源是其他所有科技的底層權限。能源一旦解鎖，整個文明會被重新編譯。可是再往下一層就更有意思了。真空到底是不是空？量子場告訴我們，真空並不是傳統意義上什麼都沒有。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你眼睛看起來什麼都沒有的地方，底層仍然存在場、波動跟物理結構。這就產生了一個非常勁爆的問題。未來有沒有可能直接工程化真空本身？注意，我不是在說現在已經有人擁有一台真空取電機，目前沒有可靠的證據去證明所謂免費能源裝置可以無限從真空裡面去取出乾淨的能量。但是真空具有物理性質，這個本身不是玄學。真正注意的是，如果未來人類能更精確地操縱量子真空、邊界條件、場跟物質的交換作用，我們今天對能源的理解可能還只是幼稚園的程度。第二個，我們聊一下量子科技。第二個真正的黑科技是量子。很多人一聽量子又開始亂講，什麼量子顯化、量子療癒，甚至量子愛情啊，什麼都量子。先把那些東西放在一邊，真正的量子科技其實已經夠恐怖了。量子電腦只是其中一個。我認為很多人真正低估的是量子感測。未來的感測器可能不只是單純看一個物體的表面，而是去測量極端微弱的磁場、重力變化、
時間差異跟慣性變化。當感測精度往極端推進之後，會發生什麼？地下有什麼東西，你可能不用挖；某些封閉的空間有什麼，你可能不用進去。極微小的物理變化也可以被看見，甚至導航可能不需要完全依賴 GPS。你要知道，真正的黑科技很多時候不是製造出一個東西，而是以前宇宙藏得住的東西開始藏不住了，這才可怕。量子糾纏也一樣，它不能按照我們目前的物理理解拿來做超光速傳訊，但是它揭露了一個非常奇怪的事實：宇宙底層的聯繫方式比我們日常理解的東西只能靠空間接觸複雜太多。所以真正值得問的問題，不是量子糾纏能不能讓我瞬間移到紐約去，而是空間會不會根本不是宇宙最底層的東西？這個問題一打開，下一層就來了。第三，時空科技。我覺得真正的終極科技不是能源，也不是量子電腦，而是時空工程。因為一旦一個文明能直接操控時空的時候，那它已經不是在製造更好的交通工具了，它是在修改距離本身。愛因斯坦告訴我們，重力不是傳統意義上一條看不見的繩子把你拉下去，質量跟能量會影響時空幾何。所以理論上，如果你能極端精確地控制能量的分布，你就能碰觸時空本身。問題只是，我們現在需要的能量、條件跟材料，可能遠遠超出工程能力。可是注意工程做不到，不代表物理方程式裡面沒有這個方向。這兩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樣。就像曲數概念，就像蟲洞，就像極端重力場，今天都離實用還非常遙遠，甚至可能最後被證明根本沒辦法實現。但是他們至少讓我們知道一件事情：宇宙並沒有在數學上簡單的寫着任何文明永遠只能坐火箭一路慢慢的飛過去。所以真正高階的文明會不會根本不是在追求我要把飛船加速到多快，而是直接問我可不可以不要穿越這段距離？這個才叫黑科技。你今天坐飛機是物體穿過空間，但是如果未來科技可以改變兩點之間的幾何關係，那整個交通工具的概念就不存在了。這就是文明尺度的差別。低階的文明去移動物體，高階的文明可能操作空間。第四個，重力控制。再來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重力。我們可以操縱電磁力到非常誇張的程度，馬達啊、雷射啊、雷達啊、通訊、晶片，全部都跟電磁有關。但是重力呢？我們到今天幾乎只能被它控制，我們不能把地球重力調成 50%， 不能做真正意義上的人工反重力裝置。所以我一直覺得，哪天如果人類真的找到一種工程上可控的重力技術，那一天不是發明了一個新產品，那一天會是人類文明的換代。交通方式會改，太空旅行會改，建築會改，軍事會改，能源系統可能也會改，甚至我們對慣性、質量跟推進的理解都可能重寫。今天各種什麼反重力黑科技傳聞很多，但是要分清楚，傳聞就是傳聞，可重複驗證的科學是科學。真正令人興奮的不是相信每一個神話故事，而是承認重力到現在仍然是人類沒有真正掌握工程控制權的一個巨大區域。所以真正的黑科技
很可能藏在我們還不會控制的基本作用力裡面。第五個，材料黑科技。再來，很多人很容易忽略的一個東西，材料。大家以為黑科技一定要非常神秘，其實材料科學一旦突破，世界就直接變。想象一種材料極輕極強，可以自動修復，可以改變光學性質，可以主動控制熱，甚至可以對電磁波產生非常特殊的反應。這種東西一旦工程化，你會看到很多今天像科幻片的東西，高效率的飛行器，極端耐熱的結構，新一代的隱形術啊，或者可變形的設備，甚至某些高度特殊的光學偽裝，現在已經存在所謂的超材料、奈米結構材料的這種研究方向。真正的關鍵不是隱形斗篷明天會不會上市，而是人類開始理解材料的功能不一定只由它是什麼元素來決定，它的微觀結構本身就可以創造新的有效物理特性。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為等於告訴你，人類開始不只是找材料，而是在設計物質應該怎麼跟世界互動。第六個，靈魂科技。這個就是接下來進入最有爭議，但是也是我覺得比較勁爆的一個區域，靈魂科技。先講清楚，目前主流科學並沒有建立靈魂是一種已經被證實可獨立測量的物理實體，所以不要把猜想講成定論。但是反過來問，意識到底是什麼？其實我們也遠遠沒有真正解決大腦活動跟主觀經驗有高度關聯，這沒有問題。可是為什麼一堆神經元放電會產生我正在看紅色，我正在痛，我知道我存在？這件事情本身到今天仍然是一個非常深的問題。所以如果有一天意識不再只是哲學問題，而成為真正可以被精確測量、建模甚至工程化的一個現象，那會出現什麼？那可能比 AI 更恐怖。第一個問題是，意識可以複製嗎？第二個問題是，意識可以轉移嗎？第三個，記憶跟人格完整複製，等不等於你被複製了？第四個，如果複製出兩個完全相同的你，到底哪一個是你？第五個，也是最終極的，死亡到底是資訊停止還是主體消失？這些現在還不是已經被解決的工程問題，但是只要有一天意識科學跨過了某一個臨界點，醫學啊、法律啊、宗教啊、哲學全部都會一起爆炸。因為人類文明幾千年最核心的一個問題，我是誰，可能第一次從宗教問題進入實驗室，這個才叫黑科技。第七個黑科技，死亡科技。如果再往上走一層，我甚至會把未來某種科技叫做死亡科技，不是殺人的科技啊，而是研究死亡的界限究竟在哪裡。今天一個人心跳停止，不一定代表不可逆死亡。低溫、腦部保護、器官保存、細胞修復、再生醫學一直往前走。所謂的死掉的邊界，其實一直在被醫療科技重新定義。那如果再往後100年、300年呢？今天不可逆的腦損傷，未來一定永遠不可逆嗎？今天失去的細胞結構，未來有沒有可能被精確的修復？甚至如果一個人的大腦，它的資訊結構可以被足夠完整的保存，那麼保存資訊算不算保存了一個人？不知道，目前科學不知道。但是這是未來最驚人的科技戰場之一，因為所有科技做到最後，
都會碰到一個終極的需求，人不想死。所以真正昂貴的黑科技，最後可能不是武器，而是延長存在。第8個科技，那就我們稍微點一下就好了，就是現實編程。這是一個更瘋狂的概念，我把它叫做現實編程。今天我們寫程式是控制電腦裡面的位元，下一個文明階段是控制原子，在下一個階段是控制量子態，那在下一個階段呢，是場，然後真空，還是時空，甚至意識。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方向？科技的演化本質上就是對現實取得越來越底層的寫入權限。最早期的人類只能搬石頭，後來可以控制火，再來電，再來電磁波，再來原子核，再來基因，現在開始碰量子資訊。如果一直往下走，最後人類追求的根本可能不是製造更好的東西，而是直接修改構成現實的規則跟狀態。那時候科技跟魔法的差異就會越來越少了，不是因為魔法被證明了，而是因為一個掌握足夠高階科技的文明，在低階文明的眼中本來就會像魔法。你想象一下，200年前的人看到你今天拿着一隻手機，一塊玻璃，裡面可以看到地球另外一邊的人，可以問 AI 問題，可以定位自己，可以瞬間收到照片。對於他來說，你不是一個工程師，你是一個巫師。所以真正有趣的問題從來都不是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黑科技，一定有比民用產品先進的軍事實驗跟機密的研究。這個在任何科技文明都不奇怪。但是真正值得問的是，人類目前最前沿的科技，距離宇宙物理真正允許的上限到底還有多遠？可能不是10年，也不是100年，而是我們根本還沒站到正確的樓層。所以今天講完這一集，你會發現真正的黑科技大概可以分成幾層。第一層，更強的武器，更快的飛行器，更好的 AI， 這只是產品級的黑科技。第二層，量子、材料、核融合、感測，這是物理級的黑科技。第三層，重力、真空、時空工程，這個是文明級的黑科技。第四層，意識、靈魂、死亡，這已經不是在改變工具了，是在改變什麼叫做人。最後一層，如果真的存在，就是直接取得对現實底層結構的工程權限。那時候的文明不再只是生活在宇宙裡，而是開始參與編輯宇宙。這個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黑科技，不是一支你買不起的手機，不是一台跑得更快的車，也不是下一代 AI。 真正的黑科技是某一天人類突然發現，我們一直以為不可改變的東西，其實只是因為我們還沒取得權限。重力是一種權限，時間是一種權限，空間是一種權限，物質是一種權限，生命是一種權限，甚至意識可能也是一種權限。而人類科技真正的歷史，說穿了，就是一個原本只能被現實支配的物種，一步一步開始取得對現實的操作權。所以未來最恐怖的問題，不會是科技還能發明什麼，而是當科技開始能修改現實本身的時候，人類到底還有什麼東西是絕對不能被修改的？這才是黑科技真正的秘密。再見。